应该春节长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吧。就下个礼拜天开始呢，就是连休了。从这边出去呢，前面就是据说名都那边有一个商业中心啊，然后那边应该每年都会搞花市啊，有些金桔，有些花。广东人讲究大吉大利啊，就说门口或者家里头肯定会摆放一盆两盆的金桔。现在我准备从启福大道切回村里去了啊，门口放了好多的大橘子。嗨，大家好，快过年了啊，天气还是那么暖，看来今年春节说不定要穿短袖了，真的是很多年没有的事了，一个暖冬。但我不知道这种气候对田里的庄稼到底是好是坏，但是对住在城里的老百姓来讲呢，我觉得肯定是越暖的日子越舒服。今天我就在村里随意的健身提醒一下，其实我也是试一试，刚刚换了一个车把套，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现在手握的这个车把，它像一个小的羊角啊，我把它称之为羊角车把。也就是说呢，它除了可以这样的来握住车把、握住刹车以外，如果你在没什么人的路段、安全的路段呢，你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来握啊，或者呢有一个手可以换位置。为什么要换这个车把呢？其实就是这台小货车，它是 S 把，就是直把的单车。直把单车呢，就是做的相对车把比较低一些，也就是说，他年轻人在骑行的时候啊，就有点趴在前面，像那种运动单车、公路赛车一样的，他俯下身子来骑行。这样的话呢，姿态看上去前冲啊，或者说比较有动感，会有这种运动之美。实际上呢，我骑了一阵子以后，也看到网上有人吐槽，就是他如果骑长路的话，长期手支撑在这个车把上呢，实际上对这个肌肉啊会变得紧张，甚至有时候呢会造成肘部的肌肉啊会有拉伤这种感觉啊。我不知道每个人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就听有人说了这样的事，我就感觉确实骑一阵子我就要不断的来更换我握车把的这个姿势，甚至有一次呢，可能骑得比较久啊，几十公里没有怎么换位置，就发现这个手掌发麻，麻了一阵子啊，麻了1-2个小时，我感觉这个直把车就样子好看啊，但还真不如弯把的像 M 把这种车把会握起来比较舒服，而且人呢坐姿也会比较挺直，但是呢就有一种在这种乡间休闲骑行的这种姿态吧。可能对某些年轻人来讲不大喜欢这种比较老气的骑行的姿势吧。我在网上找了一找，还是发现了有这种像牛角把一样的看看会不会在变换这种握车把姿势的时候会不会能够相对让肌肉比较放松。
并且呢，通过姿势的变换，就会让手掌就不会在握车把时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甚至造成这个发麻之类的。小步单车呢，作为一个已经有40-50年的牌子了吧，应该说这个它的这个性能、品牌效应呢，已经被很多人认同。当然，它还是作为一个休闲骑行或者在市区里头短距离通勤使用，或者呢就是纯粹到海边、到河边到那种骑行道上去休闲式骑行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单车。那自从它的专利开放以后呢，其实仿造它的厂家也越来越多，就在中国呢尤其多的这样的品牌。从360就360开始，现在还有数不清的这种牌子。其实车的样子都是一样的，但是在某些小的地方呢做了一些变化，但是呢成本就下降1-2倍就会让更多人比较容易拥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单车外形几乎是没有什么改变的，所以它已经成了一款经典的折叠型的单车。我自己使用这样的单车已经3年有余了，我个人觉得用下来以后还是蛮适合我这种年龄随意的出行、骑行，而且它可以搭单车，它可以搭地铁也就是说携带单车可以去到一些相对远一点的地方去，到了那边呢再打开骑行这样子。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从村里头骑行锻炼一下身体，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今天呢是礼拜天应该春节长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吧。下个礼拜天开始呢就是连休了。村里好像还是有很多车，我相信再过几天1个礼拜呢，村里的车应该最起码少一半了，因为很多人就回老家去了。我觉得尤其在爬坡的时候，就可以像我现在这样握着车把，就让这个重心呢靠后一点。但是下坡的时候呢，我觉得安全起见还是要握住刹车，因为下坡的时候速度比较快，你看到一些什么突发的状况呢，你就反应不过来。还有呢，在人多的马路上我觉得不要以这种握住这个仰角的方式来骑行了。但现在呢，因为在村里没什么人，而且现在是个比较大的上坡，那我就捏住这个仰角。那这样的话呢，我就觉得你的手臂就不用撑在车把上，就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总之呢，这个车把我装上以后还在适应调整过程当中，
但是呢，今天应该是第二次骑行了，我感觉还是挺好的，最起码让这个手臂摆脱了一直要握在这样的一个直把的车把上就会对手掌、手臂的肌肉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左侧呢就是祈福的一个医疗中心搬到了这边，看来这边也很热闹这个里面停满了车，很多人就近了。如果只是取一些药，慢性病人他只是拿一些药呢，这里费用低，更重要的是方便到了这里呢，我看到有个关于垃圾转运站的情况说明，就是那天我在莲花山道上看到的，开了一个门，不知道这个垃圾转运站建完以后会不会顺便开一个居民出入的门，就不太清楚了。一个屋村我觉得肯定也是经常要搞一些设施或者更新一些设备一个呢是管理需要，当然更主要就是为了村民们的方便，但有时候呢也是国家的一些规范比方说像垃圾转运场之类的，就以前这边早就说要建，迟迟没有建呢，就是边上的居民他反对声太大所以大家觉得垃圾在门口转运肯定是不卫生的。那现在呢，应该大家也都接受了吧？我的左侧有一个大操场，就是九新村学校。从这边出去呢，前面就是祈福名都，那边有一个商业中心然后那边应该每年都会搞花市好，现在我骑出村来，我的左前方呢就是祈福名都的商业街，在商业街门口呢应该是有花市好像有很多蓝色的帐篷，这个就是一些铺位我看看能不能进到里面去看一看每年都差不多，就是去卖一些花，还有一些大家可能生活上需要的一些东西吧。这里写的就是花市路口我们不骑车了，推一下车走一段看。
每年都会摆些摊啊，其实这是一种仪式感。过节的，广东人整个头一头逛逛花市的，也是这种好天气所赐吧。是小孩子玩游戏、泡游戏的地方。真正的花呢，其实并很多，因为大家可能买花还是会去到一些大的花市，每个区都会有一个中心的花市。过几天我们有空也可以去逛一逛。好像连续2年我们都去了南村花市逛花市，看看今年会不会再去那边逛逛。也可能还没到春节前夕吧，我感觉这里的摊位门口的人啊，稀稀拉拉的。花子都很便宜，有些金桔，有些花，广东人讲究大吉大利啊，就说门口或者家里头肯定会摆放1盆2盆的金桔。更多的呢，就是买一些什么炒货啊，一些食品啊等等。这个右侧很多是卖春联、卖福字的啊，今年是马年了，所以肯定是马到成功。左边有些兰花，看上去也挺好看的。就看到这些景象，都是中国人传统的节庆的一些氛围，大家会在这边逛花市，受到一些小小的感染吧，觉得也不错啊。但是这个花市看来规模太小了，没有那么的热闹。好，现在呢，我离开祈福名都的商业中心了，我就从这边准备骑回家去了。刚刚出来骑车的时候啊，就挺热啊，但是到了黄昏时分呢，感觉有些凉飕飕的啊，应该是我穿的太少了。原来左侧呢是祈福的社区的中心，现在改成了一个叫祈福整形美容中心了。今天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春节1个礼拜以前祈福新村的目前的模样啊，还有呢就是冬季的时候这种完全跟夏天差不多的天气。现在我准备从祈福大道骑回村里去了啊，门口放了好多的大橘子。好，现在我已经回到村里来了，从祈福大道骑回去。平淡的生活，那我想只要自己心情不错，开心每一天，那就是一个好日子啊。今天呢是在村里健身骑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新换的车吧，就感觉还不错啊。好了，今天就分享到此。也许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已经到了农历马年了，
那就在这边祝大家中国新年快乐。刚刚在录最后2句话的时候啊，他停了一下啊，那我再跟大家打个招呼，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